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11月10日，欢迎来到你熟悉的频道，我是 Eric。今天的盘前美股市场是一场突发重大利好主导的行情。美国国会两党终于就联邦政府重新开门达成了协议，这就意味着困扰市场40多天的政府停摆终于要结束了。这件事情的意义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更重要的是它向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就是流动性紧张的阶段可能要过去一部分了。但与此同时，美联储那边又传出了鹰派的声音，有机构预测，在鲍威尔任期结束之前，美联储都不会再降息，这让市场的情绪出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政府开门的重大利好，而另一边是高利率可能持续更久的潜在压力。所以接下来一周的美股主旋律就将在这两股力量之间博弈。究竟是财政重新放水的积极信号更强，还是美联储放鹰的紧缩预期占上风？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系统拆解这一切，从财政到流动性，从利率到风险偏好，再到一个时代的落幕。因为就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刻，股神巴菲特也即将登上舞台，献上他的最后一舞。他即将发布的股东信，或许是我们这一代投资人最后一次听他亲口讲述投资、伯克希尔、理财与责任。所以这一期我们既讲市场，也讲时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请一定要点击订阅。在这里，我们专注于美股的核心逻辑与深度财经分析，帮你在混乱的市场中看清趋势，快人一步。首先，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到华盛顿。今天最关键的信息就是美国政府停摆终于出现了明确的结束路径。多家美国机构认为，美国国会参议两院已经就结束联邦政府停摆达成了一致。他们准备先延长政府的资金支出到明年1月30号，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拨款方案去覆盖几个关键联邦政府部门的开支。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有两点：第一就是方向明确了，之前市场最担心的就是政治僵局没有出口，而现在至少看到了一个立法路径，也就是说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第二就是政府重启的时间被锁定了，先用一笔临时资金把政府开起来，再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推进年度拨款。这就意味着政府并不是无限期关门，而是开始有计划的重启。根据目前披露的细节，这个协议还包括了一些具体的条款，比如撤销特朗普之前解雇联邦雇员的决定，保障食品券项目能够延续到2026财年，还为国会议员的安全投入设定了新的预算。也就是说，政府的重启不再只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个已经具备了执行细节的方案。对于市场来说，这条消息具有重大意义。只要政府能够重新开门，财政部就能够正常花钱。而在过去的这40天里，被锁在财政部一般账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GA 账户里的那部分资金，就有机会重新流入经济体系。这里解释一下， TGA 就是美国财政部在美联储体系中的账户，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美国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当政府收税或者发行债券时，资金就会流入这个账户。而当政府花钱、发工资、拨款时，钱就会从 TGA 流出，进入银行体系。所以 TGA 余额上升，就代表政府在收钱，市场资金被抽走，流动性在变紧；而 TGA 的余额下降，则代表着政府在花钱，资金重新流回市场，流动性变松。而这一次正是因为政府停摆，花不出钱，导致 TGA 余额一路攀升到接近1万亿美元。这次其实等于财政部把市场上的现金抽干了一部分。现在随着停摆结束信号的出现，大家预期财政部会重新支出，这部分资金就会慢慢流出。市场看到的就是钱可能又要重新动起来了。从今天的盘前和隔夜市场的走势就能够看出，全球市场几乎是同步反应的。在美国3大股指期货盘前普遍走高，其中纳指期货一度上涨超过1%，欧洲市场同样高开，像欧洲斯托克50以及德国 DAX 期货都出现了接近1%的拉升。再来看看亚太市场，韩国早盘一度大涨超过2%，日本股指上涨接近1%，A 股和港股也都全线开高。你会发现这波行情的共识十分强烈，大家都在交易同一个逻辑，那就是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改善抱有了积极的预期。过去这1个多月，美国政府的停摆时间特别长，已经高达整整40天，创下了历史记录。而在这段时间里，财政部虽然持续发债融资，但是政府支出被迫暂停，结果就是财政部账户的余额，也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 TGA 余额，被动抬升了接近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联储在持续缩表，逆回购余额也在不断下降，导致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加剧，短期资金变得明显紧张。所以当市场听到政府要开门了，第一反应就是钱可能要重新流出来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股、欧股包括亚太市场都在同一时间出现了集体反弹。市场在提前定价，财政部重新开张就意味着流动性改善。而在一个资金面本来就紧张的周期里，哪怕只是要放水了的预期，也足以点燃新一轮风险资产的全面反弹。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今天市场里反应最夸张的一块，那就是加密货币和大宗商品同步上涨。市场重启消息一出，比特币立刻拉升，一度突破了10.6万美元，以太坊也重新站上了3600美元。其实这个反应和美股期指的逻辑是一致的，市场在定价，认为政府开门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事件，而是一个信号，美元体系里的紧张阶段可能要过去一部分了。同一时间，加密货币相关的美股公司也全线跟涨，像 BMNR 夜盘直接涨了2位数。而 Coinbase、Robinhood、MicroStrategy 这些有明确加密业务敞口的公司，也在夜盘期间出现了明显反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因为这些资产都属于典型的高贝塔资产，也就是对流动性变化极其敏感的那一类。当市场预期钱要重新流出来了，这些资产往往是第一个起反应的。简单一点来说，就是风险偏好一旦恢复，这些资产会涨得比别人更快更狠。与此同时，黄金也开始动了起来，现货金价重新站上了4040美元。但这次逻辑和传统的避险情绪不太一样，因为通常我们说黄金上涨是因为市场害怕，大家从股票、债券里撤了出来，去买避险资产。但是这一次的黄金价格抬升恰恰相反，不是恐慌情绪升温，而是不确定性在下降。市场在想，美联储大概率不会再加息了，利率上行的压力在缓和，那就意味着未来的实际利率可能开始走低。而黄金价格最怕的就是高利率，因为在高利率时代，持有黄金是没有利息的，投资者宁愿去拿美债去赚取收益。可一旦市场开始预期利率不会再上涨，黄金价格就会立刻迎来一波修复。所以这波反弹不是因为大家在恐慌去避险，而是因为大家松了一口气，觉得政策不再那么紧了。简单讲，黄金这次上涨并不是风险偏好下降，而是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性修复反弹。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坊还是黄金，它们其实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号，市场相信流动性紧张的阶段正在过去。虽然这并不是全面复苏，但是至少说明钱开始有了要动起来的迹象。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个和市场积极情绪相反的点。虽然市场今天的情绪很乐观，但是居民和消费者其实并没有跟着开心起来。最新公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11月初值掉到了50出头，不仅仅低于10月份的中值，也远低于去年同期。数据背后反映的是对就业物价的担忧，而这份悲观实际上是由美国政府停摆带来的。联邦雇员工资延后发放，部分政府业务暂停，都直接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一旦收入不确定，人们的消费意愿自然也会下降。但更大的问题是，关键经济因素可能看不见了。由于政府停摆，10月份 CPI 这样的核心通胀数据可能延迟甚至缺席。因为 CPI 有大量的价格信息需要统计员线下采集，没有人上班就没有数据，这就意味着美联储要在一个数据真空的环境下召开12月份的议息会议。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位美联储官员表态都格外谨慎，他们不想在看不到通胀数据的情况下贸然做出下一步降息或者调整的决定。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市场一边在因为停摆要结束而做出反弹，而另一边却是在一个看不清真实经济状况的环境下往前冲。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消失，只是被今天的利好情绪暂时掩盖住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美联储和利率预期，这部分的分歧其实远比大家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华尔街出现了一个比较鹰派的声音，有的机构直接预测美联储在鲍威尔任期结束之前都不会再降息。换句话说，就是在2026年5月之前，利率大概率会维持在当前这个区间。这个判断和之前市场的主流预期完全不一样。此前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降息空间。但问题在于，政府的停摆打乱了关键经济数据的发布节奏，像 CPI、就业数据这些重要的指标都有可能延迟甚至缺席。在这种看不清经济数据的情况下，美联储要为没有数据这件事情买保险。这时候一些机构就开始推演，既然风险太高，那就干脆先不降息了。虽然这并不是官方立场，但是它已经在影响市场的利率预期，也让美元流动性的改善变得更慢、更加谨慎。这件事情其实还需要和财政部的发债节奏放在一起看，因为接下来的这2周，财政部会密集发债，3年期、10年期、30年期国债的发行量都不小，再加上差不多400亿美元的公司债一起，市场需要一边消化这些新债务，一边等待财政部把 TGA 里的钱慢慢花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利率的波动就有可能会来回反复。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看，今天美股的盘前反弹是市场对于政府停摆即将结束做出的一个合理的正面反应。但是要说从今天开始流动性将彻底宽松，那还为时尚早。从短期来看，市场的情绪确实在升温，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资金面依然在拉锯。换句话说，就是市场在乐观，但是资金还在犹豫。今天的产业链里有一条非常值得单独拿出来讲的新闻，那就是闪存大厂闪迪
宣布大幅上调 NAND 闪存的合约价格，涨幅高达50%。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夸张，但是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却十分清楚。第一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还在上升，第二就是上游晶圆厂的产能正在向高附加值产品倾斜，导致常规 NAND 闪存的供应出现紧张。闪迪最新的财报也验证了这一点，公司上个季度的收入和盈利都超过市场预期。库存周转天数明显下降，管理层还把下一季度的收入指引直接上调，这就是为什么分析师会迅速上调目标价格。市场也把这条线重新连接到了一个更大的主题，那就是 AI 相关硬件的需求依然强劲。我们提起 AI， 通常在讲 GPU、服务器和交换机，其实闪存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因为 AI 而被抬升的阶段。这说明 AI 对于整个硬件产业的拉动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会一层一层的往下传递，从算力到网络再到储存，全都在涨价周期之中。另一条值得关注的就是量子计算板块。过去一年，相关公司的股价涨幅十分惊人，但是很多企业的收入还只有几千万美元的规模，并且依然处在烧钱周期之中。现在，投资者对于这个领域的观点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资金依然在重仓压住，它可以成为下一个颠覆性的技术，但是也有不少资金开始警惕，认为他们估值过高，盈利模型不清晰，兑现周期太长。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理解成为一个市场情绪的边角信号，在流动性偏紧的阶段，高科技概念股的波动性只会越来越大。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全世界价值投资信仰者的关注，那就是伯克希尔已经确认，巴菲特将在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发布一封全新的致股东信。这不是季度财报的更新，而是一封很有可能带着告别意味的信。媒体普遍认为，这封信是巴菲特在正式从 CEO 位置退下来之前，最后一次亲自谈他的公司、他的财富观以及他的慈善理念。要知道，巴菲特今年已经95岁了。从2026年开始，那封让全球投资者等待的年度股东信将由接班人格雷格来执笔，巴菲特自己则会保留董事长的头衔，但是不会再亲笔撰写那篇每年都会被称作资本市场圣经的长文。换句话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代投资人最后一次能够听到巴菲特本人用他的语言讲述投资，讲述伯克希尔，讲述人生。这封信未必会告诉你下一只10倍股，但是他会告诉你钱该怎么赚，怎么花，又怎么该留下价值。过去几十年，巴菲特的信就是价值投资者的教科书。自此以后，他可能只会变成一份普通的公司文件了。而这一次，他还会谈到慈善，谈他怎么安排3个孩子继续把那笔巨额捐赠做下去，谈为什么伯克希尔要继续保持高现金、稳节奏。这些话只有巴菲特这一代人能够讲得出来。未来，即便是 CEO 换成了格雷格，那种老派资本家的温度可能再也听不到了。所以，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节点。要么现在亲自去阅读这封信，要么你以后看到的都只能是别人转述的巴菲特，而不再是巴菲特自己。在这个每天都被流动性、AI、利率新闻刷屏的市场，巴菲特这封信提醒我们，赚钱不是终点，更难的是让公司活得更久，让钱花得更值，让价值观在人走之后还能留下来。这或许就是他留给投资世界的最后一课。最后，我们照例把目光往前看，看看这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事件。第一件事就是参议院的正式表决，以及众议院后续的配合，这将决定美国政府停摆结束究竟只是新闻标题，还是真正能够落地的法律结果。第二件事就是财政部的3场国债拍卖。要观察的是市场是否愿意在当前利率下继续接货，这关系到短期的流动性紧张能不能够真正得到缓解。第三件事情就是这周美联储多位官员将密集发声，重点要看他们会不会提到数据缺口，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会不会变得更加谨慎。第四件事就是10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能不能够按时发布。如果数据真的缺席，那么市场就会进入一个靠代替数据猜通胀的阶段，波动性也会变得更大。第5件事情就是 AMD 的分析师日，这是整个 AI 硬件链的重要窗口，市场会关注 AMD 是不是需要被重新定价。总结来说，今天的市场是在对一个明确且实质性的政策进展做出的正面反应。美国政府停摆有望结束，这缓解了过去40天里因为财政锁钱而引发的流动性紧张预期。不过与此同时，宏观数据依然偏弱，消费者信心还在下滑，财政发债的压力并没有减轻，美联储内部对于降息路径的分歧也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今天的行情，这是一场流动性修复的定价，但是还谈不上新一轮上涨趋势的启动。接下来需要观察的关键是这笔被释放出来的资金能不能够真正流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以及在12月的 FOMC 会议上，美联储在关键数据缺席的情况下会怎样进行政策沟通。这就是今天市场的核心逻辑，理性乐观，但尚未安全。短期的波动、停摆、利率、AI、量子股，这些都是当下。
但是巴菲特的信提醒我们，什么叫做长期投资？这周的市场情绪在变，方向在找，而真正的投资永远是穿越噪音，找到信念。我是 Eric，我们下期节目再见。